血统论这一直是各路热血漫画中被人诟病的一环，主角们没有点显赫的血统都不好意思出门跟人打招呼。实际上，这套逻辑对机器人也同样适用。当高达也不止打打杀杀，同样有人情世故。那么，若论起 MS 界最显赫的血脉，毫无疑问要数那对传奇基友的作家牛高达与沙扎比了。是的，你没猜错，他们确实有个孩子，而且还跟柯西与佩涅罗佩是兄弟。这台淹没于时间之中的冷门机体名为 RX-110 佐林之魂。我们曾经提到过，西安州在技术层面上就可以算是这两台机体的孩子。牛高达与沙扎比开发团队合二为一后开发出来的机体便是新安州原石。但如果从现实世界的时间尺度来看，其实西安州最多只能算是这家的次子，而真正被人遗忘的长子便是出场于富野在上世纪小说《盖亚齿轮》中的机体佐林之魂。这台机体在诞生后整整90年无人问津，在现实中也因为登场作品并没有被算进高达正史因此别说动画了，就连在游戏里动一下的机会都很难得到。佐林之魂最早在宇宙世纪100年后被开发了出来，在技术层面上与它关联最大的机体其实是此前陷入内斗的佩涅罗佩与柯西高达。这两台机体在闪光的哈萨维中引起了一系列动乱，其中一台在战斗中被烧毁，而另一台虽然完成了任务，但也没传出什么后续消息。再加上关于 MS 小型化的话题，在 UC 100年后热度逐渐升高。显然这次的两台高性能机又没得赚了。不过对于阿纳海姆这家唯恐天下不乱的公司来说，虽然大部分高达造出来最后都变成了亏本买卖的一环，但生命在于折腾，造高达这口是怎么都戒不掉的。区2台高达而已，不要气馁，不过是被恐怖分子抢走，造成了一点点损失而已。A 社自从进军 MS 产业开始都不知道丢了多少台高达了，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经验丰富。因此借助在柯西高达身上实现的小型化米诺夫斯基飞行系统，再结合先前两台机体的开发经验，阿纳海姆成功开发出了佐林之魂。这台机体结构上比两台前作要更加紧凑，尺寸也相对更小，只是比起真正的小型化 MS 来说还是有所差距，并且在开发细部上它是以吉翁系机体为基础的。或许受此影响，驾驶舱的操纵系统依然保留着球形操纵杆。武器方面，除了从前两台机体身上继承来的浮游导弹与光束屏障外，佐林之魂还追加了6枚浮游炮。可惜的是，虽然安纳海姆非常卖力的开发，但与此同时，萨纳利也在卖力的向联邦军高层推销小型化的方针。最终，萨纳利一方的游说取得了大成功。对于准备迈向 MS 小型化路线的地球联邦军来说，佐林之魂自然也就被视为了无用之产物。虽然已经建造出了实物，但依旧没有被采用。之后，这台机体便被打入冷宫，从此不管地球圈陷入怎样的混乱，都没任何人想到过它。直到距开发90多年后，盖亚齿轮的舞台，它才被主角阿弗雷西夏亚发现。此时 MS 也就是机动战士已经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类人机械 MM。在这样一个时代苏醒的佐林之魂，虽然反应速度确实不及最尖端高性能的 MM， 但依然有着与这些90年后机体一战的力量，足见其基础设计是相当优秀的。然而，它到底还是一台来自旧时代由阿纳海姆制造的机体，这一事实成为了它最大的缺点。因为在数十年间几经转手，它根本没有留下备用零件，一旦受损就会陷入无法修理的窘境。虽然后来挪用 MM 的零件对这台机体进行了改造，但也仅停留在了搭载赛克缪技术，将部分机体管制电子设备和外部装甲更新为最新材质的程度。依靠 MM 获得重生的佐林之魂将涂装变更为白与红，并拥有了双眼、红色的额头和 V 字天线，面罩部分带有红色的下巴。这副尊容从侧面看有着几分夏亚最后的座驾沙扎比的影子，但若是从正面看，则更像与夏亚渊源最深的高达，带着一种阿姆罗与夏亚爱基合体的感觉。不过如果我们将现实挪回 UC 100年后的世界，会发现虽然遭到了否定，但阿纳海姆其实并没有立刻放弃这台机体，他们还是制作了这台机体的衍生型号，尽力缩小尺寸，将其送上了联邦军小型 MS 的竞标赛场。这台机体便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MSA0120。不得不说阿纳海姆这个公司，你可以从他身上挑出无数毛病，但唯独坚持不懈这块
确实令人不得不佩服。虽然这台机体最终并没有获得正式命名，但开发主任凭个人判断，在开发时便以威尔士红龙为其命名，赋予其德莱格的代号。在阿纳海姆的野望里，他们想要靠这台机体去竞标联邦军次期主力机，而实际的开发工作则交给了格拉纳达工厂的吉翁尼克实业部。作为这群吉翁遗老的作品这台机体自然也获得了相当特立独行的外观。但对于小型化这件事一直认为自己会损失不少利益的阿纳海姆总是表现出一副不太积极的态度，因此机体的骨架部分实际上并没有太大创新，总体上还是沿用了褐维钢的设计，并没有突破传统技术的桎梏。在机体小型化和降低成本方面被评价为未达到联邦军要求的水准。只是没想到桑纳利送去的新机体 F90 的简化版加农高达同样翻车了。这台机体造价高昂且缺乏稳定性，多亏同行衬托阿纳海姆写作固步自封，独做那稳扎稳打的机体设计，反而得到了联邦军高层的重新评价。在性能层面，这台龙作为不依赖选装配件的全领域对应机体，内置米诺夫斯基飞行系统，它那诡异的装甲造型同样是在考虑了长距离飞行时的空气动力学特性而设计的。虽然骨架本身属于褐维钢的谱系，但阿纳海姆在其他地方毫不吝啬地投入了最新技术。据说其机体性能本身处于完全不逊色于 F90， 甚至本应被称为新时代的里克迪亚斯。可惜最终还是在竞标中惜败给 F90。不过虽然在竞标本身中名落孙山，但其他在的亮眼新功能还是被联邦军高层看在眼里。联邦军非常希望萨拉利方面可以引进这些技术，其中最重要的2项分别是高能推进器，这种推进装置能在瞬间将机体输出功率和推力增大至2倍，虽然会增加发电机的负荷，但能够将战斗机动能力大幅提升至碾压 F90 的水平。另一项则是蒸发式贴花装甲，这是表面经过特殊处理的特制装甲片，它具有类似抗光束涂层的功能，通过在被击中时蒸发装甲，将对本体的伤害控制在最低限度。要破坏这种装甲，需要达到 VSBR 级别的火力，这纯粹是对光束抗性特化的功能。对于实弹攻击的耐受性，则要取决于装甲材质本身的强度。这项技术的原理非常类似之后海盗高达身上的抗光束披风，但两者之间是否有直接联系就不得而知了。那么左麟之魂与 MSA 0120这2台机体你更喜欢哪一台呢？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讨论。那么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